柳老板喜结良缘。你这是做什么呢？这合卺酒已经喝了，那下一步当然是抱你入洞房了。柳玉如、柳老板、柳仙子，作为你的夫君，我能不能提两个无理的要求？什么要求啊？这辈子，独独喜欢我一个。还有一个呢？往后的每一日，都多喜欢我一点。我会的，九思。我会永远的陪着你。天作之合，哎呀，这牌匾越看越喜欢。吴兰，去，把它挂到卧房，我要每天一睁眼就能看到它。去，走。浮夸死了！陛下怎么突然想起来赐你这个？难不成是你的云长妹妹还惦记你？陛下赐你个护身符？哎，还真让你说中。不过这回啊，我可谓是舌灿莲花，把那太后噎得哑口里。噎她干嘛？当初新婚之夜，你不还跟我提和离？如今当驸马娶公主，岂不美哉？你这女人怎么翻完账本还翻旧账呢？你别翻了，合上。我就要翻。行啊，你翻吧。但这天作之合可是陛下说的，难不成你还想碰纸啊？怎么了？我觉着有点古怪。陛下向来宽仁，又素知你我是患难夫妻，肯定不愿意出面拆散。当初太后献出东都，天子欠了她一份贵重无比的人情，可如今太后硬要陛下为难，把人情用这儿，委实奢侈了些。这桩婚事的意图，定然没有这么简单。我深得陛下信任，叫我彻查库尹，这触犯的全是前朝老臣的利益。太后的胞兄陆勇是前朝老臣之首，太后一定不希望陛下继续查下去。没错，我身为纯臣，这倚仗的就是陛下的信任。若是娶了公主，那便是和太后前朝老臣一党，陛下就再也不能信任我。这一招如此阴森，四两拨千斤，听着倒像是罗子尚的手笔。这东都盘根错节，我得找那老狐狸。怎么了？啊，都打点好了，放心吧，走。九思，玉茹，你还好吗？柳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又害你担心了。现在还说这些做什么？朝局的事你看得比我透彻，现在我该怎么做？你给我指出一条路啊！无论是谁陷害我，他们都是冲着库尹来的。
现下有2件事需要你帮我去做。第一，让木南带你去城外找一个叫孙鹤的人，他是库银案的关键证人。第二，刘春是在乐风楼遇害的，去那里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，或能证明我清白。好。瞧瞧，答应公主，做了驸马，就用不着这么费周折了。谁会答应公主啊？别听他胡说。我知道的，我相信你。玉茹拜见舅舅。舅舅方才的话说错了。哦。我相信九思无罪，亦相信天子明察秋毫。等到真相大白，九思自然无事，无需跟公主做交易。况且以利而聚，地尽则散。若九思当了驸马，或许可以免除牢狱之灾。但今日他李云长可以使九思脱离牢狱上青云，他日便可以皇家之名命九思摧眉折腰事权贵。九思心怀天下百姓，绝非趋炎附势之人，我亦不愿见他失了赤诚本心。真没有想到啊，柳玉茹竟然是一个这么有气度的姑娘，当真有趣的很呢。舅舅谬赞了，想办法还九思清白还需要些时日。舅舅安居此处，想必是另有成算，玉茹心中难以揣度，只是希望这段时间舅舅可以照拂九思一二。玉茹再次拜谢舅舅。萤火借来远处的月色，剪在指头装饰你的笑容。小九思，你眼光不错呀，难怪看不上公主。差不多得了，你有什么事冲我来啊，别找我夫人。这人神神的，别理他。我倒是觉得舅舅挺好相处的。真的？时辰到了，该走了。我要走了，我给你带了些东西，狱卒会给你。照顾好自己。你也是。你又去牢里看顾九思干什么呀？我不是想着再去争取一番，让他日后为母后所用。没想到他这么油盐不进。罢了，此人是留不住了。母后，可毕竟她是眼下最好的一枚棋子，真要他命吗？你不就是看上了他那副皮囊吗？男人的皮囊是迷你心智的，让你变蠢。以后我们母女俩在朝中位置坐稳了，什么样的如意郎君你得不到啊？啊！母后说的是。陛下，顾九思谋杀刘春一案，刑部已在顾家后院挖出了血衣和凶器，血衣正是顾九思约见刘春当晚所穿，凶器则与刘春尸身上的致命伤痕完全吻合，又有乐风楼的伙计作为人证，他亲眼所见顾九思与刘春发生争执，还听二人说出了救命杀人的话来，还有数名官邸当值护卫提供证词，说
顾九思与刘春作为同僚，向来不和。顾九思时常怨怼刘春，在流程上对他多加为难。如此一来，物证、人证、动机一应俱全。按刑部规矩，此案已经可以结案了。结案？哼哼。顾侍郎身为御前红人，又有赫赫战功在身，前途无量。在这个时候，他会为了一点同僚举语去杀人？我看你是在胡说八道啊！陛下明鉴，下官不敢与周知院争口舌，刑部断案都是考证据的。证据不能伪造吗？你们这些文官的弯弯绕，我是早有耳闻了。陛下，依臣看，顾九思放弃大好前程，为琐事杀人，这就是最大的疑点呀。陛下，顾侍郎乃是国之栋梁，我也不愿相信他会做出这等事来。只是顾侍郎年少时便脾气急躁，数年前曾因为一点口角，便打断了扬州节度使之子的腿。此事闹得沸沸扬扬，扬州人尽皆知，所以我想，顾侍郎因一时激愤而杀人，此事也有迹可循。胡说！不可，臣有话要说。陛下，太傅道听途说，不可为凭，而且事发当日，末将刚好在场，可谓亲眼目睹。节度使之子王荣欺男霸女，恶贯满盈，当着众人的面羞辱顾侍郎之妻，但终究应该秉官处理，不该因一时冲动枉法而动用私刑。陛下，微臣可以作证，当时的扬州哪还有什么法度可言啊！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父皇，儿臣有句话想说。讲。父皇，顾九思谋害朝廷命官一案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案情已然明了。以儿臣愚见，新朝初立，本当赏罚分明，不应因顾九思对大夏有功而坏了规矩。太子的意思也是想让朕斩了顾九思。为稳固朝纲，抚为重臣，儿臣奏请父皇按律行事。太后到！参见太后。赐座。太后，听闻您近日身子不适，今何不在内宫安歇呀？陛下，本宫今日并非以太后的身份前来智慧宫，而是以长辈的身份向陛下求一个公道。刘春的夫人是我母族堂妹的女儿，刘春也算是我半个子侄。她入朝为官多年，为国尽忠，从无半点懈怠，却被人暗害惨死。
今日活出这场脸面，只求陛下秉公处理，准遭大夏律法，问斩顾九思。啊，太后，万不至于此啊！陛下，此凶犯不伏诛，本宫难以安息。此后也再无脸面见母族之人。陛下明鉴，微臣掌管刑部，一直都是按章办事，桩桩件件都有据可依。反倒是顾九思下狱后，有人为他四处奔走请托。微臣怕的是，若刑部断案不靠证据，倒靠一些猜躲臆断、功劳人情，将凶手高拿轻放，那真是寒了满朝同僚和天下百姓的心呐！请陛下依照我大夏律法，判决顾九思3日后问斩，以为刘侍郎在天之灵啊！臣附议。臣附议。按律法办吧。太傅，顾九思真的不可能翻案了。要严办顾九思的折子，雪片一样堆在陛下的桌子上。此事没个结果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况且，今日太后说出了这样一番话，几乎退让到了泥里。陛下若是仍然一力公开维护顾九思，必会与东都老臣离心，与太后失和。但顾九思一党深得陛下欢心，陛下有心回护，私下斡旋一二，也未可知。父皇当真这样相信顾九思啊？陛下在龙潜之时，曾得过顾家相助，陛下又十分看重顾九思，于公视他为臂膀，于私视他为子侄，这份情谊不可小觑。明面上，陛下要遵循自己定下来的法度，但是未必不会想办法在暗中帮助顾九思翻身脱罪。臣子为国尽忠，本就分内。父皇以前得过他一次帮助，就要被他挟恩图报一辈子不成？太傅，你快给我想个法子。陛下虽重情义，但更看重太子殿下，此事还需太子殿下亲自开口。陛下，马车已经备好了，就在庆和门处等着。太子殿下，玉儿，父皇要去何处？可是要去见顾九思。父皇不能去。玉儿为何拦回啊？儿臣此时拦下父皇，欲在朝堂上向父皇进言处死顾九思，是一样的道理。父皇是当今天子，所应思量的乃是天下大计。
说一味偏袒幽州旧臣，只会引得东都臣子对父皇生怨，社稷离心。玉儿，你说的也有理，只不过顾九思对望都子民有大恩，朕不能忘本呀。顾九思于儿臣也如同兄长，胜似手足，儿臣此时也是一样的忧心。只是父皇已将此案移交给刑部，一概事由都得遵循大夏历法。父皇于此时私会罪臣，若被人发现，与父皇本人无碍，却是将顾九思架在火上烤，对调查清楚案件本身全无益处。父皇，玉儿，现在是长大了呀，脑子里面想的事情也多了。儿臣一直都愿为父皇分忧。你去吧。去查一查，太子近来都去了什么地方，都见了些什么人。是，陛下。你们是谁？本以为刘纯主动认罪，此事就算了了，可还是被人提前了一步。孙贺那边不能再出意外了。说，周夜动用了他大哥二哥在军方的情报网，找到了那个作伪证的伙计。你就是乐风楼的伙计赵小河，作伪证，污蔑朝廷命官，是要砍头的重罪。他果然收了刑部的钱，正准备逃走。这个是叶公子和沈明在刘春遇害的房。得偿所愿。我敬太傅一杯。谢殿下。九思，实不相瞒，方才有一瞬间，我确实担心你会提刀回去，杀了骆子成。那会牵连你们所有人，我不会这么做。但眼看仇人近在眼前，却不能为父亲、为朋友、为那些无辜者报仇，这感觉……我懂。我们叶家又何尝不是满门血债、家破人亡的？只是眼下，却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。那为何不去面见陛下，把那骆子成的假面直接给他拆穿了，让陛下斩了他呀？骆子成最擅长的就是在幕后搅动风云，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真面目，都以为他忍辱负重，屹立在王善全手下，保全江南士族，所以他威望颇高啊。还有，他最擅长的就是蛊惑人心。此事闹起来，定会被有心之人抓住画柄，用来攻击陛下和幽州派，得不偿失啊！那陛下也是明辨事理了，那不是更信任咱们吗？哎，没用的。你仔细想想，骆子成既然敢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东都，他手上必然有旁人，甚至连陛下都不敢动他的缘由。新朝初简不宜攻法，
如今陛下根基未稳，各州割据，正需要他们审时度势，主动归顺。现在骆子昌主动献上了扬州，若是动了他，那谁还敢归顺咱们大夏？哎呀，要这么说，这骆子昌借着观望天下之势，得了一块免死金牌啊！正是。为了陛下，为了新朝安定，这血海深仇我可以忍。可那是太子太傅啊！太子乃是我朝之本，是大夏的未来。他用扬州换来这个位置，就是把赌注放在了储君身上。这是我最担心的。臣骆子昌，参见太后。臣为太后寻得一对合浦夜明珠，供太后把玩，望太后笑纳。太傅有心了。听闻太傅手任王善权，献出扬州，陛下特擢为太子太傅，既是陛下身边的红人，怎的又来本宫宫里走动了？当初陛下入主东都，若是没有太后的扶持，何以让天下臣服？可如今陛下根基未稳，便借彻查库银之名来肃清朝野，实则是在向太后夺权。陛下此举的确是伤了本宫和前朝旧臣的心，不知太傅有何高见？臣曾听闻，这云长公主和顾九思之间曾有婚约，既是先帝遗愿，理当履行婚约。这顾九思乃是一名纯臣，他唯一的倚仗便是陛下的信任。这若与公主成亲，便可归于太后的麾下，而陛下则很难再信任他。他顾九思便会成为太后手中再好不过的一把刀。公主是先王留下的唯一的孩子了，是该给她寻门好亲事。柳玉如，公主嫁入顾家后，世上便再无顾夫人，但我依旧可以让你成为柳老板。九思哥哥，您是？见了公主，为何不拜？不必，今日我只是来见故人，不讲这些繁文缛节。下官不知公主身份，失仪冒犯，还请殿下恕罪。九思哥哥怎么如此身份了？我是云长啊。九思哥哥不记得了？咱们打小就见过，那时候我才5岁，你不知道我是谁，只当我是小宫女，帮我上树摘风筝，还骗我说叫你哥哥才肯还给我。公主是凤凰衔珠，下官岂敢攀亲啊？下官儿时做的顽劣之事不计其数，车载斗量，如有冒犯，还请公主海涵。哪里冒犯了？你我2人如此缘分，我高兴得很。3年前那场大雪，你我阴差阳错的擦肩而过，我本以为咱们缘分尽了，没想到这风筝线还真没断。不，这都是那梁王老贼搞的鬼。我对您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心思，我哪配得上您呀？再说了，下官如今已有妻室，是幽州首富花荣胭脂铺的老板柳玉如。我们如今琴瑟和鸣，恩爱非常。九思哥哥，你我好久不见，不如就留在宫中，咱们去花园走走。下官这腿脚好像也不太好。顾侍郎，叶思剑请您去趟礼部。下官有要务在身，告辞了。九思哥哥，等等，九思哥哥。少夫人，宫里来人送了帖子。
放着吧，等郎君回来，我拿给他。少夫人，这帖子是给您的，来人说是公主殿下邀您赴宴赏花。这云长公主请我做什么？说是宴请东都官眷，好多家夫人都去。我们来东都这么久，云长公主一直暇无事，怎么偏偏在酒肆彻查库银的时候，跑出来打感情牌？这事儿不对劲儿。少夫人，要不要我帮您回了帖子？不用，我得会回的。婉之，你向来不耐烦宫宴交际，今天倒累着你陪我跑一趟。跟我瞎客气什么？那个李云长给你下帖子，肯定没安好心，让你单刀赴会，我可不放心。哦，还有，这些日子他和九思幼时相识有过婚约的事儿，传得满东都都是。我当值的时候，那些同僚明里暗里的跟我打探这些，还整日说女人常舌，我看他们舌头也没短到哪里去。我这个苦主都不生气，你又何必跟那些听风就是雨的人生气呢？东都里这些人啊，面上花团锦簇，实则一肚子弯弯绕绕。反正我不能让他们欺负了你去。顾夫人，别来无恙。洛公子，扬州渡口匆匆一别，只得遥遥相送，心中一直以此为憾。不过还好，这么快就见面了。想不到洛公子在扬州日理万机，竟也来了东都。东都繁华之地，天下生意人无不向往。顾夫人如此，洛母自然也不例外。比起你如今这朱门贵妇的身份，洛母还是更仰慕当初你还是刘老板的模样。他是什么人啊？没什么，一个只敢藏匿于阴影之中的毒蛇罢了。刘夫人，刘夫人的这只簪子可是个好物件，这么稀罕的宝贝可是不多见呢。恕你眼尖，你去赏花。好。那位戴木簪的夫人是哪位？是仓部侍郎刘春的夫人。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是。婉之，这仓部侍郎是几品官员？仓部侍郎是4品官员。4品，那岂不是和九思一样？差不多。哎，这不是户部侍郎家的顾夫人吗？顾夫人，真是久仰大名。说来倒巧，我夫君刘春与顾侍郎同在户部，您的夫家呀，可是当今陛下眼前的大红人。
如今一见，你这气质果然不凡。刘夫人过奖了，我这算得了什么？倒是夫人品味不凡，头上这只簪子看上去是朴素木头，可这成色分明是琼州千年的黄花梨木，失之罕有，比黄金可贵重多了。这只簪子便抵得上刘侍郎1年的俸禄吧？着实很多呀。是啊，1年的俸禄。刘夫人，我家从前也有几件产业，可远远没有夫人这般阔绰。若是刘侍郎有什么生财之道，还望夫人赐教。什么黄花梨？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这就是普通的簪子，根本不值钱。云长公主到。参见公主。今日都是来玩的，是本宫的客人，不拘这些，快起来吧。谢谢公主。本宫让你起来了吗？听说顾夫人出身布衣，这小门小户费尽心思养出来，攀了个高枝，如今倒也配合众位官夫人同席了。可见若是碰上好时运，一根草都能飞上天。玉茹，起来！你敢抗命？不敢。但秦某想请教公主，当今陛下秦王之时，是出身布衣的顾夫人在为军事筹粮；梁贼攻打望都之时，也是顾夫人死守城门护佑百姓。而你们这些高门贵女，除了躲在都城里，又为我朝、为百姓做了些什么呢？婉之，你我皆是布衣出身，与公主殿下有云泥之别，怎能相提并论？公主随便办这一场寻常的赏花宴，便是极尽奢华。想必公主也是为大家费了不少心思。唉，我就一介军中粗人，变不得什么心思。但是我想请教妹妹，今日这场赏花宴得花多少银子？那可就多了。这御花园内12桌赏花宴，少说也得上千两。上千两，赶得上10个2品官员的年俸了。顾夫人，你莫不是在指责本宫？玉茹不敢，只是大夏初建，正是我们齐心协力为我朝效力的时候。我们作为官眷，万不该举与内讧。不仅如此，更要为大夏出一份力。我们内宅持家，若是能勤俭节约，也是为国效忠了。陛下到。说得好。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玉茹，你刚刚讲的话，朕都已经听到了。说得好啊！陛下，玉茹见识浅陋，想着自己在家中操持内务的法子，便联想到了，让陛下见笑了。哎，你不必妄自菲薄。其实治国跟治家都是同根同底，晋中和官眷若能够做起表率，形成清廉节俭的风尚，那势必会创造出我大夏国泰民安的盛世。你们听懂了吗？陛下英明。玉茹，在幽州的时候，朕就亲眼见你跟九思为民仗义疏财。如今我望都民生如此，你也有一份功劳啊。
看来你是心中有丘壑，绝非一般的女子。倘若身为男儿之身，定是当世之豪杰。陛下过誉。陛下近日为朝政劳累，身子骨不如从前那么硬朗了。趁着天气好，应该多出来走动走动，晒晒太阳。多谢太后您的关怀。不知今日太后邀我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这人老了，心里惦着的只有儿女了。本宫呢，只有云长这一个孩子，他的婚事儿啊，还望陛下给做个主，赐婚一个如意郎君。这是好事啊，太后，不知您心中可有东床佳婿？陛下不知道吧？云长这孩子呢，与金朝户部侍郎顾九思啊是有婚约的。顾九思，他已有妻室啊。本宫知道，但那柳氏只不过是一介白身民女，休了便是了。何况论婚事儿啊，也是先王为云长指婚在先，柳氏进门在后，也算不得我们以皇室的身份欺压了他。太后，公主乃是金枝玉叶，那顾九思呢，他是有妇之夫，官职也不甚高，委屈了公主，实在是不妥呀。依我看，太后还是另择佳婿为好。哎呀，要是云长肯另选，我倒不必拉下这老脸来求陛下了。云长这孩子啊，被我给宠坏了。他与顾侍郎青梅竹马、总角十辫的玩在一起，如今一心啊就想嫁给他。陛下，这也是前朝先王最后的遗愿了。如今先王呢已无子嗣，也就是剩下云长这唯一的血脉了。当初我孤儿寡母，带着满朝文武开城相迎，把一切都献给了陛下，不求别的，只求一份庇佑。儿女婚姻这点小事儿，也望陛下给做个主，也算是圆了先王最后的遗愿。我虽为天子，可这月老之事，终究还要他们人两情相悦为好啊。这样吧，我去帮您问问顾爱卿的意思，如何？顾爱卿，近来你家宅如何？啊，微臣近来家宅安宁，家祠康健，多谢陛下关心。那你与你的夫人柳氏感情如何呀？微臣与妻子柳玉如自成婚以来，可谓是琴瑟和鸣，恩爱非常。顾爱卿，倘若朕要是赐云长公主为婚，你意下如何？陛下抬爱太后垂怜，微臣心意领了，但微臣已为人夫。顾侍郎娶妻时，门第便不相配。如今顾侍郎是朝廷命官，
深得陛下的器重，乃人中龙凤，休妻再娶便是。顾侍郎为何还不谢恩？陛下，太后，臣有疑惑。好，但说无妨。微臣读过圣贤书，懂得这为人夫婿之礼法中有3不去：无娘家傍衣不去，为公婆服丧3年，服侍3年不去，同贫贱后富贵不去。微臣的妻子柳玉茹在扬州也是无娘家可依，为公爹服丧，服侍公婆可谓是尽心尽力，无微不至。那与微臣结发以来，我们也是同甘苦共患难，不离不弃。就算是顾家落了难，也没有因为贫贱嫌弃过微臣。顾侍郎，你与本宫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？微臣是想问太后，那我若是因为富贵而休妻，便是对糟糠之妻不忠，对宦产之交不义；那若是为了攀龙附凤，搞得家宅不宁，那是对高堂不孝。您身为慈母，这慈母之心真的愿意把公主嫁给我这样一个不仁不义、不忠不孝之徒吗？哦，为师遗憾呐，看来顾爱卿你是没有娶云长公主的这个福分了。是，不过你与你夫人伉俪情深，倒是令朕动容啊。听说是扬州早春的一场大雪拦住了赐婚使者，才让你们2个提前结为了夫妇。只是天意如此啊！你们2个又情投意合，患难与共，真是天作之合。来，拿支笔来，快！朕要将此4字御笔制成牌匾，赐予顾侍郎贤伉俪。多谢陛下。干什么干？还觉得我不够丢人吗？公主殿下，请息怒！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天作之合。哎呀，这牌匾越看越喜欢。木兰，去，把它挂到卧房，我要每天一睁眼就能看到它。去，走。浮夸死了！陛下怎么突然想起来赐你这个？难不成是你的云长妹妹还惦记你？陛下赐你个护身符。哎，还真让你说中了。不过这回啊，我可谓是舌灿莲花，把那太后噎在哑口里。噎她干嘛？当初新婚之夜，你不还跟我提和离？如今当驸马娶公主，岂不美哉？你这女人怎么翻账本还翻旧账呢？你别翻了，合上。我就要翻。行，你翻吧。但这天作之合可是陛下说的，难不成你还想碰纸啊？怎么了？我觉着有点古怪。陛下向来宽仁，又素知你我是患难夫妻，肯定不愿意出面拆散。当初太后献出东都，天子欠了她一份贵重无比的人情，可如今太后硬要陛下为难，把人情用这儿，委实奢侈了些。这桩婚事的意图，定然没有这么简单。我深得陛下信任，叫我彻查库银，这触犯的全是前朝老臣的利益。太后的胞兄陆勇，
是前朝老臣之手，太后一定不希望陛下继续查下去。没错，我身为纯臣，这倚仗的就是陛下的信任。若是娶了公主，那便是和太后前朝老臣一党，陛下就再也不能信任我。这一招如此阴损，4两拨千斤，听着倒像是骡子上的手笔。这东都盘根错节，我得找那老狐狸好好商量商量。嘿呦，你这过得不错嘛！看来我娘是白操心了。怎么，来东都这么久，才想起有这么个舅舅？跟你娘说一声，安她的心。来，进来坐。故事有画地为牢，势不可入，我就不进去了，外边挺好。随你。长高了，是咱们太久没见了。你的事儿我可知道不少。对了，云长公主，你当真就一点都不动心？她可是个美人啊！当年东都一见，人家可是对你芳心暗许。哎，这话可不行乱说，要是我夫人听见，我吃不了兜着。看把你吓的！我这位素未谋面的外甥媳妇儿，怎么就镇住你了？说说正事吧。还不是你执意要查库银案，赐婚公主这个事儿只是一个开始，甚至不能说它是件坏事。可是你执意要查下去的话，那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，小九思。小九思可不怕他们这些小手段。你是不怕。你知不知道你动了多少人的糕点？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，还有我那素未谋面的外甥媳妇儿，都会因你而危险。你想过没有？我会护他们周全。那你也得有这个本事才行。再说了，就算你把所有的贪官都查出来，那又怎么样？难道都参了？都撤职？有何不可？你先回去吧，免得你娘担心。行。太傅此来，所谓何事？自是来为陆尚书排忧解难的。上次太傅筹谋云长公主的婚事，差点儿没把太后老人家气出个好歹。这回太傅又有何高见？陆尚书只怕是要弃许保帅了。刘春不能留了。断尾求生，壁虎都会的小手段罢了。若太傅若是只限这点计谋，可就当不起这3成之数了。
那些库银的3成，你知道是多少钱吗？你要想拿到这笔分账，就得拿出点真本事来，解决掉这个案子。不要让任何人再继续的查下去。陆上说，再心急，也得听我把话说完吧。说。杀刘春不重要，谁杀了刘春才重要。来人，给骆太傅上茶。太子殿下如此勤奋，若是陛下知道了，一定会十分欣慰的。父皇从不会跑到这东宫水榭看我努力，只会在朝堂上赞许顾九思办事得力。这几日在朝堂上，又夸了顾九思好几次，连看下他的表情都和颜悦色。他已经很久没有用过那种神色看过我了。顾九思彻查库银一案，甚是得力，陛下难免赏识他呀。这有什么难的？若父皇把这件事交给我，我一定能办成。太子殿下既然有这份心意，那何不亲自去查？陛下只看结果，谁去查不重要，只要殿下赶在顾九思之前查出些眉目，那陛下自然会看见太子殿下的心意和才干。你写这么老些损干什么呀？你看错了，那是韵，写的丑罢了。韵？我瞅瞅，嘿，还真是韵，夜韵的韵。你写韵做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呢就随便写写。随便写写，你写满啊？啊，你听我解释啊，这个韵字呢，前几日呢，你妹妹叶韵呢教我学习写字儿，啊，我这前2天写的沈明，这2天该写韵了，学习学习。行。为什么？什么时候啊？就你们2人共处一室？出去泡茶去，快点！啊，你别激动啊！哎，你给我，赶紧的，给我瞧见没有？他揣怀里了。这孩子好学是好事，想多了，想多了啊！是我想多了吗？想多了，纯属想多了，土匪没文化。这不是写的挺好看的吗？
识字的，又不是只有我家韵儿，为何偏偏让韵儿教他呀？还琢磨呢？那实在不行，我教他也行啊。这东湖的账册已经悉数查明了，漏洞百出，但这账却是平的。他们呀，肯定是有其他手段。我明白了，沈明啊，他每次去我家搬账册，都忙前忙后，上蹿下跳的。那如此看来，这小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你对沈明意见挺大呀？不应该吗？这是前朝的火氏柱，大前年东16铺到东32铺走过水，据说烧的只剩下黑墙，所以才搬到了现在的铺置。你有没有觉得，这账册记得过于清晰完整了，是吧？按理说经历过搬迁和走水，这账册应该都有些疏漏和模糊，可这本清晰的像是故意等人来查一样。我觉着沈明也是自家兄弟，你妹妹跟他在一起，其实也挺好。这亲兄弟还明算账呢。再说了，女子不幸，多从嫁人开始。我们叶家可就剩我们2人了，我完全可以让她轻轻松松的做一辈子叶家小姐。别，你等会儿啊！什么叫女子不幸，多从嫁人开始？那我们家玉茹不就是个法力吗？玉茹跟韵儿能一样吗？我们家韵儿她还小，我得看着她呀。那万一让人给哄了呢？哎呀，我说呀，妹妹的事情少管，讨嫌。她要是没这心思，那能有沈明缠着她？行了，沈明这事儿，我过2天得找他。你说这银库如此重地，发生了火灾，就没有官员详细记录吗？有，御史说了，夏日炎热，烛台多倾倒，这走水也是常事，并无可疑之处。这记录的御史叫什么名字啊？叫刘哲。他查验火灾没有问题以后，就把事情交给了户部，之后是一个叫周凯的人负责。你看看，是这个周凯吗？有迹可循。死了？银库司员周凯3年前病退，1年前亡故，以其效力户部20载，陆尚书还自掏腰包拿了10两银子给他家奉候治丧。那刘哲呢？他告老还乡，应该有下落呀。前年战乱波及他的住处，村子已经平了，人不知去向。还有一处可查。